白鹿的幸運與她的清醒，一場流量時代的自我證明。搜索引擎的詞條關聯裡，白鹿為什麼這麼火，常年盤踞前列？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藏在她在爭議與掌聲交織中，那份異於流量明星的沉默與耐心裡。2025年，白鹿的公眾形象步入微妙的鍍金期，主演的年代傳奇劇《白月繁星》第3季度收視亮眼，女主角完成度獲主流媒體背書，可圍繞其表演模式固化、角色同質化的討論從未停歇。在帶爆花與實力派的模糊地帶，她以矛盾姿態穩步前行，既坐擁頂級流量的話題體制，又透着向傳統演員路徑靠攏的野心，活成了流量時代藝人自我證明的鮮活樣本。若單以產出論英雄，白鹿是行業無可爭議的優等生。自2021年周生如故出圈，4年間她以女主角身份交出7部劇集，從古偶、仙俠到現偶，年代傳奇全面覆蓋，無縫進組的高強度輸出，硬是把自己焊在了公眾視野裡。這種高產是把雙刃劍，一方面迅速夯實國民認知度，2025年第3季度藝人商業價值指數穩居女演員 TOP5，另一方面也因表演裡的慣性細節標誌性的咧嘴笑、大開大合的情緒爆發，被詬病表演模板化，陷入看白鹿還是看角色的靈魂拷問。但市場反饋給出了更現實的答案。無論是 S+ 級大製作《寧安如夢》，還是中等成本的《白月繁星》，他主演的作品總能穩定播映，順利轉化為平台會員與廣告收益。在影視項目風險高企的當下，這種穩定產出確定性的能力，本身就是稀缺的商業硬通貨。制片方覬覦的不只是它的流量，更是它將流量精準導入並留存於作品的轉化率。畢竟在流量泡沫易碎的時代，能把熱度實打實變成巨級收益的演員，遠比空有話題度的花瓶更有價值。與多數刻意營造距離感的藝人不同，白鹿的公眾人格走的是去神秘化甚至反精緻路線。社交平台上的魔性大笑表情包，綜藝裡不顧形象的遊戲表現，再到反覆自稱普通女孩打工人的言論，共同勾勒出一個娛樂圈社畜的親切畫像。這絕非無心之舉，而是精準踩中公眾情緒的定位策略。在年輕觀眾，尤其是女性群體普遍追捧鬆弛感反內耗生活哲學的當下，白鹿的俗語真恰好提供了急需的情緒價值。他不像遙不可及的明星，更像個靠努力、運氣加些許莽勁逆襲的身邊人。這種共鳴感成了他演技爭議的天然緩衝墊，也悄悄把公眾討論從他演得好不好拽到了我能不能活成他的共情賽道。他的走紅路徑暗合了 Z 世代對真實的重新定義，不是毫無瑕疵的完美，而是有缺點、有情緒、肯拼闖的鮮活個體。這份俗人哲學讓他在流量藝人扎堆的賽道裡成功開闢出獨屬於自己的情感連接通道。說到底，白鹿身上的爭議從來不止於他個人，更像是影視行業轉型期審美衝突的縮影。一邊是市場與平台仍重度依賴 IP 加流量的速成模式，急需他這樣能快速鎖定基本盤、帶動營銷熱度的演員；另一邊是觀眾審美在短視頻衝擊與全球優質內容洗禮下加速升級，對表演細膩度、角色創新性的要求越來越高。他恰好卡在這個斷層裡，批評者嫌他跳不出古偶舒適區，撐不起複雜正劇人物；支持者則看到他在白月繁星年代戲份裡，相較於早期作品的克制與進步。某種意義上，圍繞白鹿的討論早已超越會不會演的單一評判，成了行業的公共詰問。在流水線式的劇集生產裡，演員的成長空間究竟有多大？是該由市場提供更多元的試錯機會，
還是演員必須靠自身突圍贏得進階門票？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白鹿的存在恰恰讓這場行業轉型期的審美博弈變得具象可感。它既是舊模式的受益者，也是新模式的探索者。如今的白鹿站在關鍵岔路口，流量與商業價值正處峰值，可這份峰值自帶有效期。古裝偶像劇市場收縮，觀眾口味迭代加速，依賴同一賽道重複曝光，邊際效應必然遞減。他近期的選擇已透出轉型意圖。白月繁星是誰史詩感年代題材，公開訪談裡頻頻提及對複雜角色的渴望，流露進軍電影領域的野心。但意圖與成果之間，終究需要過硬的作品搭橋。他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如何用現有的巨大關注度當槓桿，撬動那些能真正彰顯表演深度、打破固有印象的項目，並用實力駕馭他們。這需要跳出勞模思維的選劇眼光，更需要沉下心打磨演技的定力與敢於突破的冒險精神。畢竟流量能帶來入場券，卻換不來長久的行業認可。白鹿的敘事是關於努力與時運的現代寓言，它精準抓住短視頻時代情緒傳播的紅利，以極致的職業強度兌現了機遇。可當行業從流量狂奔轉向價值回歸，它故事的下半章再也無法用熱搜數量書寫，只能靠一兩個立得住，讓觀眾忘卻白鹿知名的角色來定義。公眾對他的提問早已升級，從為什麼這麼火到究竟能走多遠？答案不在粉絲的控評裡，也不在熱搜榜單上，只藏在他下一部作品的鏡頭語言中。流量給了他入場券，但能讓他在行業裡站穩腳跟的，終究是鏡頭裡藏不住的演技底氣。當影院燈光暗下，聚光燈亮起，能留住觀眾的，從來都是銀幕上那束最真切的光。